歡迎嚟到花式特攝啊！咁我哋成班一齊做呢個超人 pose， 究竟係咩事呢？冇錯啦，中村浩二先生將會嚟香港做見面會啊！耶！中村浩二先生咧，佢喺超人迪迦同埋超人蒂拿裏邊都係擔任皮套演員嘅。係啊，仲有超人佳亞啦。咁究竟中村浩二先生咧有啲乜嘢想分享俾香港嘅觀眾知道呢？咁留意原聚會佢哋舉辦嘅中村浩二見面會啦。好，咁我哋翻嚟今集嘅內容啦。今次我哋講啲咩啊？我哋咧今次就會終於講到啊3集嘅 set 啊。之前咧係咁做 cover 還晒，今次3集嘅內容我哋終於可以做分析俾大家啦。真係有得再拍 set 啊！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嚇？做你份咩？嚇？冇我份嘅咩？分析係。冇我份嘅咩？我啱先病好，點解冇我份㗎？由18集呢一場戰鬥開始講起 ，Set 一開始咧就用藍色嘅 form 啦，同夢魔戰鬥，雙方好多拳腳嘅來往啊。其中一段咧，夢魔用台凳作為武器攻擊 Set， 咁 Set 咧避開佢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個側滾翻，然後夢魔咧就即刻用一個 push kick 去攻擊 Set 咧就雙手做咗一個好似巴黎嘅動作去推開佢嘅，因為距離太近 ，Set 咧就喺跪地嘅狀態做咗一個中段直拳，製造翻適合戰鬥嘅距離。然後 Set 就企翻起身即刻追擊，夢魔呢個時候失去平衡就即刻雙手做一個防禦動作，所以 Set 就用左手做上勾拳去解開佢嘅防禦，再用右手直拳咧攻擊夢魔。見到 Set 呢3下攻擊都係用到能力配合噶，咁所以夢魔咧就受唔住衝擊而碌咗落地嘅。而佢起身嗰陣時就做咗一個轉身動作，就係為咗想做下掃腿。呢個時候 Set 就發現到做咗一個跳起嘅360度轉身去避開呢個下掃腿。跳起360度轉身多數都會配合埋踢腿啦，或者係出拳。喺特攝舞台劇經常會見到呢個動作。一般情況下就咁跳起都已經可以避開下掃腿噶啦。咁點解 Set 仲要做埋360跳起轉身呢？就係為咗想顯示佢呢個形態嘅特色啊。跟住就講下 Set 同埋 Lost 嘅戰鬥。一開始 Set 就開咗4槍，Lost 咧就一路避開攻擊，然後收窄距離，方便佢自己用近戰嘅。當 Set 想近距離再開第5槍嘅時候 ，Lost 就做咗一個內中擋去擋開佢支槍嘅，然後再用手踭攻擊 Set。呢一度都睇得出 Lost 係見到 Set 嘅遠程攻擊，然後用近戰嚟去壓制 Set。咁大家都知 Set 嘅近戰都唔弱啦，所以咧佢就調翻轉頭壓制翻 Lost。呢個時候咧畫面啊同埋戰鬥嘅背景都變咗喺學校天台啦。天台呢一 part 嘅過招流程都幾得意噶。咁啊，雙方都各有來往。Lost 首先做咗一個直拳去攻擊 Set 就做咗一個巴黎去化解攻擊。調翻轉頭又係一樣流程 ，Set 就舉槍攻擊 Lost， 然後 Lost 又係用巴黎去化解攻擊。而呢一個位置可以講一講啦，就係關於 Set 點解揸住支槍都會咁近距離對住 Lost 去舉槍嘅呢？就係為咗想用槍嚟去攻擊 Lost， 唔係開槍啊，而係直接用支槍嚟去打 Lost 啊。呢一啲設計嘅概念啦，喺一般揸槍嘅戰士裏邊都成日見到嘅。譬如以往幪面超人 DK 裏邊嘅 DN， 佢喺舞台劇上邊同埋喺電影上邊都成日會攞啲槍嚟去直接攻擊對方嘅。咁我哋講翻 Lost 同埋 Set 嘅戰鬥 ，Lost 又係做咗一個直拳 ，Set 又係做咗一個巴黎，所以點解我話呢一場戰鬥咁得意呢？但係 Set 就想改變個戰況，所以佢做咗一個 side kick 啦，然後就做側滾翻落地，同時間跳走嘅。嘅時候就開多一槍攻擊 Lost 就用手擋住咗啦。見到佢等咗一陣，先至跳埋落去 Set 嘅位置。而呢一度呢，又見到鏡頭好似刻意慢咗少少。等 Set 同埋 Lost 跳晒落去之後，先至跟落去。當鏡頭再次影到佢哋兩個戰鬥 ，Lost 就已經用咗劍咧嚟去攻擊 Set。喺咁短嘅時間，鏡頭背後發生咗咩事呢？首先佢哋跳落去嘅位置咧，有一張好厚嘅軟墊，幫助兩位皮套演員做一個緩衝嘅。但係兩位皮套演員咁短時間跳落去，係真係非常危險。所以咧有機會喺鏡頭啊或者喺後製嗰度做咗一個幫助，
令到觀眾睇落去係好似喺好短嘅時間輪住跳落去嘅。例如我哋睇到 Zed 喺鏡頭消失嗰一瞬間，其實鏡頭係有一個少少唔自然，亦都好短嘅時間佢 speed up 咗。呢個位置有機會就係駁咗，其實 Lost 嘅皮套演員係等待緊下邊清場，或者已經 cut 咗機嘅啦。跟住之後呢，就做一個剪接，令到 Lost 係可以比較短嘅時間再跟手跳埋落去。當 Lost 跳咗落去，又喺鏡頭面前消失，然後鏡頭呢先至就做咗一個挑單嘅動作，望到嗰條橋。其實呢一個突然之間嘅挑單應該就已經係剪接咗，下邊已經清咗場，兩位皮套演員已經準備好做下一場戰鬥啦。嚟到19集 Zed 一變身就已經係同夢魔戰鬥，頭一輪戰鬥就冇太大特別，都係 Zed 一貫作風，主要都係直拳、勾拳、旋踢為主嘅，全部都係 Zed 單方面輸出。最後一個直拳令到夢魔撞入去學校裏邊，再繼續戰鬥嘅。當夢魔跌入去室內嘅時候 ，Zed 就已經喺佢左手邊出現，同時間用飛膝攻擊夢魔。開頭室外呢，夢魔就係單方面被碾壓嘅，但係入到嚟室內呢，阿夢魔又會避得開 Zed 攻擊，所以 Zed 呢個飛膝有機會係虛招嚟嘅。實際上佢係想用之後嘅動作 side kick 去攻擊夢魔，而呢一下 side kick 呢係結結實實咁樣 hit 中咗夢魔嘅 body， 令到夢魔呢係退後幾步嘅，即係話呢一個 side kick 其實威力都唔細㗎。關於佢哋呢兩下過招，有啲嘢都幾值得講嘅。首先就係 Zed 嘅 side kick 啦，咁我哋日文呢就會係叫做 Sokuto Geri， 中文就會叫側踢。呢一個腿法之前喺花式特攝嘅集數都有講過，而今次嘅 side kick 呢踢出嚟係非常美觀啊！直頭又去到教科書級數，例如佢嘅提膝係非常有力同埋實正，而且佢嘅腳刀位置亦都係瞄準咗前方。以上呢一啲動作嘅配合，令到佢嘅蹬腿呢好直好有力。就算唔係演員之間嘅配合，俾佢呢一個蹬腿踢中嘅話呢，都一定會係退後幾步㗎。而另一樣值得講嘅就係夢魔嘅演技。我哋會見到 Zed 用 side kick 去攻擊夢魔嘅時候，夢魔係有拉弓出拳做一個直拳去打 Zed，但係因為 Zed 嘅 side kick，所以佢 hit 唔中對方嘅啫。呢一個動作配合呢，就係話俾觀眾知，夢魔唔係坐以待斃嘅。其實喺我哋動作演戲武打上邊呢，好多時候都會強調就係，當我哋夾好動作，要俾敵人攻擊或者被 hit 中嘅時候，我哋唔可以企定定，要去做一啲反應出嚟，例如拉弓啊、出拳啊，做一啲有進攻意識嘅小動作，令到觀眾覺得呢一場戰鬥雙方係真係想去戰鬥，而大家都想出招嘅。講翻佢哋兩個之後嘅戰鬥啦，夢魔就用咗提膝跳前踢嚟去做一個起手。提膝跳前踢呢一個腿法喺 Action Live Show 都幾常見，因為係一個最簡單亦都最容易拉近距離嘅腿法嚟嘅。然後 Zed 就用雙手下段擋嚟去化解攻擊。呢一個雙手擋嘅方式喺現代 Action 都好常見，佢就係想為咗擋住敵人由下而上攻擊，所以有呢一個動作。咁頭先都提及過，呢一個係現代 action 都好常見。佢嘅來源同武術世界有一個叫做十字下段擋係非常似。咁關於兩者嘅分別啦，同埋兩者嘅做法，我哋一陣間都會喺練習嘅時候做埋俾大家睇下。然後夢魔就用左勾拳嚟攻擊 ，Zed 就擋住咗，然後又出第二下右拳。今次 Zed 咧推開咗之餘，佢再壓低咗夢魔。其實呢幾下交手就係為咗俾 Zed 做以下嘅動作設計，就係 Zed 舉起咗右腳，做咗一個類似跆拳道嘅下壓踢。而呢個下壓踢喺英文都幾多叫法，但係日文呢就會叫做 Kakato Otoshi。咁 Zed 就係利用咗呢個下壓踢，令到夢魔自己轉咗一個360嘅圈，再最後用一個旋踢嚟踢開佢。呢一段動作設計，我自己睇就覺得佢好有80年代動作電影嘅影子啊！例如夢魔就俾阿 Zed 咧咬住隻手，然後推佢埋牆，而夢魔又撐住個埲牆，唔俾 Zed 壓住，再用手踭攻擊佢。又或者係 Zed 用下壓踢嚟令到夢魔轉咗個圈，隨即再用旋踢嚟攻擊夢魔。而我本人就好中意啦，因為呢啲花巧嘅設計喺以往嘅拉打電影劇集都非常少見。所以我哋嘅原創劇集《守護者夢翔》都加入咗好多呢一類型嘅武打做設計嘅。咁點解我哋又會認識到呢種設計嘅呢？呢個時候就要介紹我嘅師傅早瀨松希先生啦。喺佢成為日本嘅動作指導之前，後生嘅時候已經喺日本參與過好多動作嘅製作，亦都包括一啲特攝嘅 Action Live Show。而當年佢其中一份工作呢，就係喺香港做電影武師，參與過好多部香港嘅電影，所以佢自己本身就俾香港70、80年代
嘅電影動作設計係深深吸引住，亦都令到佢嘅動作設計有好多相關嘅影子啊！關於特攝方面，佢自己本人喺後生嘅時候做過好多東映嘅 action live show 啦，而到咗佢成為動作指導之後，佢都幫過日本幾套地區作品係做動作指導嘅，其中佢都擔任咗好多年千葉縣嘅地區英雄鳳神百劍做動作指導，當中有好多動作設計就係我哋依家見到 Set 佢喺劇集裏邊打出嚟嘅效果啦。嚟到第20集啦，咁就特別講一講 Nox 對戰 Code No. 5嘅呢段戰鬥。一開頭呢個位置呢，兩位都喺河裏邊交手嘅，咁有幾下動作呢都好刻意咁樣去濺起啲水花，令到個畫面上面呢更加豐富啦，同埋更加有動感嘅。例如係 Code No. 5嘅呢一個 Kezagiri 同埋 Giria 嘅，咁然後有一下鏡頭上面嘅設計呢都好特別嘅，由水入邊啦去影翻上嚟，見到 Code No. 5開槍啦。咁不過可惜嘅係呢一段喺河裏邊嘅戰鬥呢都比較短啊。雙方打咗幾下之後呢，就轉咗去另一個場地啦。而接下落嚟嘅呢段動作呢，就好清楚咁樣見到 Code No. 5嘅戰鬥風格。佢嘅每一下攻擊呢都好有力感，但就係因為佢每一下攻擊都好用力咁樣打出嚟，所以敏捷度就會相對低咗。喺設定上面呢，就比較似係打機裏邊坦克嘅一個定位。咁喺演繹方面呢， Code No. 5會比較有一種粗暴啦，或者係用蠻力取勝嘅感覺，而亦都可以理解為可能佢就冇乜思考過一啲策略嘅。咁例如呢個位置啦，當 Code No. 5用 Tsuki 刺向 Nox 嘅時候啦，就冇留意到後邊呢係有碌石屎柱嘅。咁當 Nox 避開咗嘅時候呢， Code No. 5把劍呢就刺穿咗石屎柱，然後就卡住咗喺裏邊啦。但呢個鋪排亦都好有趣嘅，因為喺後邊呢 Code No. 5就將把劍掹翻出嚟，咁但係佢就冇用刀刃去攻擊啦，係用刀柄一嘢車埋去 Nox 嗰度。呢一種動作設計就令到佢嘅角色性格更加鮮明。希望喺之後嘅集數都會見到 Code No. 5用佢自己獨特嘅方法使用其他武器。好，咁我哋18至20集嘅內容呢就分析完啦。希望各位觀眾咧係 enjoy 我呢一個動作分析啦。我哋而家有咩做好啊？哇！嗱，本身咁樣啦，有個樁啦，跟住一垂低嗰下就係前腳後腳，雙手 Giria 嘅向左邊升上去，然後再雙手 Giria 嘅，但係記住 keep 住係刀刃出，兜埋去後面都得。佢個動作係因為把刀好長，所以佢要做嗰種感覺好似係你唔係喺有硬生生咁收力咯，係你要俾佢去慢咯。我知我腳嚟要踩啊，踩完之後等直佢。好，咁我哋咧頭先就講到呢個十字下段檔係點樣做咧，其實分別咧就會有呢個武打 action 版啦，同埋呢個武術嘅版本嘅。咁我哋而家就會示範呢個 action 嘅版本嘅。呢個動作咧就會有另一個演變啦，就係擋嗰一邊咧佢就會跳後擋，然後咧攻擊嗰一邊咧就會拉長個距離嘅。好，依家再示範多一次啊！好，我哋咧接下落嚟咧就會示範呢個武術版噶啦。轉咗位嘅，咁呢一個動作咧喺對方出腳嘅時候咧會做一個交叉手向下擋呢一度。係，咁有時有啲角色係好有風格嘅，佢哋可能未必係揸拳頭嘅，可能會係有一個刀掌嘅動作啦，反手亦都有機會啦，咁樣亦都有機會嘅。之後就一齊就完啦。有一下咁樣就得㗎啦。1、2、3，Ready and action！ OK 啊，就。
我哋咧今日咧拍完呢一個3集嘅 set cover 啦，咁我哋今次咧破天荒將3集同一時間拍晒佢，同埋就我哋喺個集數裏邊係有個排序調轉咗嘅，咁就係拍咗20啦，跟住之後18，然後19咁樣去拍。其實我哋睇翻啲 shot 咧抽出嚟，咁樣望落去咧，觀眾睇落去就舒服啲，同埋 smooth 啲。咁我哋今日就係咁多啦喎。好，喂，報咗名未啊？嗰個中村浩二嗰個。中村浩二。中村浩二啊？未喎，未報名喎。未報名啊？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記得留意原聚會嘅 Facebook 同埋 IG 啊。報啦！喂，做咩跑咁快啊？我只卡什麼的事？喂，等埋啊！